如果你能穿越回到大约2亿3000万年前，你就会亲眼见证恐龙刚刚出现的时代。其中一个主流理论认为，恐龙是由一种被称为主龙类的物种演化而来，它们起源于地质历史上的二叠纪晚期，并在随后的三叠纪逐渐崛起，成为当时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爬行动物。在一些人看来，它们甚至看起来就像恐龙，因为它们正是这些不可思议生物的祖先。随着时间推移，主龙类分化成了两大支系，其中一支演化出了今天的鳄鱼，另一支则演化成了恐龙，而恐龙又在此基础上不断进化，分化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物种。它们最终获得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可以用两条腿行走的能力。早期的恐龙开始用后肢行走，让前肢可以解放出来，用在别的事情上，比如抓取食物以及保护自己。而这还只是它们进化旅程的开端。那我们就一起回到过去看看吧。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正式启动这趟时光之旅。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们会浓缩见证恐龙的整段演化历史。三叠纪，当你踏入这个全新的地质年代时，你会发现眼前这些到处奔跑的恐龙和你平常在画面中习惯看到的样子很不一样。最早期的一批恐龙之一是从主龙类中分化出来的，叫做曙光盗龙 Eoraptor。 这个小家伙体型差不多就像一只狗，身高不到1米，体重只有10千克左右。你看，我们平常一提到恐龙，总会想到庞然大物，但其实还得再过好几百万年，它们才会真正长到那么夸张的体型。接下来，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一路回来看这些恐龙是怎么越长越大的。不过现在，我们先来看看那时候的地球本身，在三叠纪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三叠纪这段时间里，超级大陆、盘古大陆开始慢慢裂解、分离，逐步改变了全球的气候和生态系统。当时的气候整体炎热而干燥，两极也还没有形成冰盖，这就造成了一个和你今天所熟悉的地球景象截然不同的世界，简直就像换了一颗星球。那时的植被也和今天完全不一样，而且对恐龙的生存和演化至关重要。这些植物本身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性，有的纤维粗糙难嚼，有的营养丰富，还有一些甚至可能带有毒性。每一种植物都会影响不同恐龙物种的进食方式和适应策略。说到这些早期恐龙，在同一时期，它们的亲戚们又在干什么呢？先来看一种身高约1米，体重大约23千克的恐龙，它叫腔骨龙 Coelophysis。它比刚才说的曙光盗龙要大上一些，但这完全不妨碍它成为一名行动迅速、身手敏捷的捕食者，很可能专门猎捕体型更小的动物。接着还有板龙 Plateosaurus， 这个家伙就比我大太多了，身高大约3米，体重最高可以达到4000千克。它是最早期的一个例子，向我们展示恐龙到底可以长到多夸张。但先别急，它们之后还能长得比这更大。虽然这些恐龙已经相当惊人，但在三叠纪，恐龙还不是地球上绝对的主宰，还远远谈不上一统天下。它们不得不和许多其他生物共同挤在同一片环境中生活，在多样的生态系统里拼命争夺生存空间。这种局面一直持续，直到三叠纪末期，地球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这场灾难很可能是由剧烈的火山活动、气候变化，甚至可能还有小行星撞击共同造成的。它对地球上的生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无数物种走向灭绝。不过，对我们的恐龙来说，这并不完全是坏事。这一刻为它们铺好了舞台，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最终让这些恐龙物种有机会主宰整个地球。从这一刻开始，恐龙不再只是勉强求生，而是真正进入了它们的鼎盛时期。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里，不同的物种不断演化、分支、变化，恐龙也逐渐成为地球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它们扩散到各大洲，称霸茂密的森林和干旱的沙漠地带。占据这些区域的往往是体型巨大的恐龙，这些名字你现在应该都非常熟悉。它们是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大型陆生生物之一，也是真正意义上在地面上行走的庞然大物。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这片大陆上到处活动的可不只有这些巨兽。同一个时代里，还出现了一类新的进化支系——兽脚类恐龙。它们的体型相对较小，而且外形上更加接近今天的鸟类。其中最有名的之一就是始祖鸟 Archaeopteryx， 它看起来就像是恐龙和鸟类的混合体。它拥有羽毛和翅膀，但同时又保留了带骨齿的嘴和长尾巴。始祖鸟被认为是连接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键过渡环节，为我们揭示了恐龙向鸟类演化的那条惊人路径，也为后来真正的鸟类出现埋下了伏笔。对了，这样说算不算提前剧透？好吧，接下来，经过大约5600万年的演化，侏罗纪在大约1亿4500万年前宣告结束。这一次的终结，同样伴随着又一轮灭绝事件。所幸这一次的规模相对较小，不过在气候变化、火山活动增强以及海平面起伏变化的影响下，还是有不少物种走向灭绝。地球上的生态版图又一次被彻底改写。恐龙也随之进入他们的最后一个时期——白垩纪。好，现在我们正式来到白垩纪。当我们一路穿越这几千万年的时光时，你可能已经隐约发现有个家伙一直没出现，好像少了点什么，对吧？没错，恐龙界最大牌的明星之一还一直没登场。现在请向他打个招呼，霸王龙 Tyrannosaurus Rex。 霸王龙是一头真正意义上的庞大猛兽，身长可达大约12米，高度约4米，体重更是高达9吨左右。它有着极其强劲的咬合力和锋利可怕的牙齿，让霸王龙成为白垩纪的顶级统治者之一。它是史上最具压迫感的掠食者之一，也是地球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猎手之一。这头庞然大物可不是只在尸体旁边捡现成的，它是一名积极主动的猎手。它会利用敏锐的视力悄悄跟踪猎物，再辅以灵敏的嗅觉锁定目标。它最爱捕食的对象之一就是体型巨大的植食恐龙，比如爱德蒙顿龙 Edmontosaurus。 但霸王龙并不会就此满足，它也会向强劲的对手发起挑战，比如三角龙 Triceratops， 甚至在有机会的时候也会袭击一些体型较小的其他兽脚类恐龙。凭借那一口布满锯齿的强大下颚，这些牙齿单颗就有将近30厘米长，再加上粗壮有力的后肢，让它在追击猎物时也能爆发出不俗的速度。至于最高能跑多快，其实到现在科学家们还在争论。霸王龙堪称狩猎艺术的巅峰代表。不过这个时代里登场的可不只是像霸王龙这样的大型猛兽。好，正如刚才提到的，盘古大陆正在持续裂解，慢慢分化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各大洲。也正因为这样，部分恐龙被迫迁徙，分散到世界上不同的区域。这些恐龙必须适应新的环境，而这种适应也可能悄悄改变了它们后续的演化方向。然而，所有这些成功的适应与进化，很快就要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终极考验。好，当你已经和恐龙一起相处了几百万年之后，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一颗小行星一直悄悄朝地球飞来，然后突然之间它撞击在地表，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直径大约150公里，深度约20公里。很自然，体量这么夸张的东西对整个世界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而且会从根本上改写地球的历史。这次小行星的碰撞本身就极其庞大，但它真正可怕的影响远远不止最初那一下撞击。由于这场巨大碰撞，地球环境开始发生剧烈变化，气温明显开始大幅下降，撞击扬起的灰尘与碎片也逐渐遮蔽了阳光。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恐龙本身的健康状态，也直接破坏了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这场灾难性事件最终抹去了大约75%的地球物种，其中很多
就是我们一路以来一直在观察的那些恐龙。但别担心，并不是所有恐龙都彻底消失。之前提到的那一只以飞行为主的恐龙，成功在这次小行星撞击中存活下来，并最终一步一步演化成了鸟类。如今，大部分恐龙已经灭绝，却也为哺乳动物的多样化发展腾出了空间，让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家伙慢慢在地球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随着竞争对手大幅减少，早期的哺乳动物开始蓬勃发展，占据更多生态位。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一步一步演化，最终才有了人类的出现，也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恐龙这一支系在地球上称霸了大约1.65亿万年，而我们人类只不过是刚刚登场的新角色。关于他们，其实还有太多谜团没有解开，比如他们到底是冷血还是温血？有些恐龙可能是温血的，甚至还可能兼具2种特征。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点个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精彩探险。